是一个特别企划。因为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新家，全部的灯跟风扇拉好电了，蛮美的啦。小肮脏，你踩上去它也不会觉得。就试完了。OK。搞定，这个板雕。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不好意思，我们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应该有1个月吧，没有更新视频，就是因为我们在忙着装修。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新家。我们的新家是1160 square feet， 有3间房间，2间厕所。今天会公开我们装修之前最好奇的事情，就是装修一间新家到底要花多少钱。这间新家被 Unit 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有了一些很好的设备哦，已经有了厨房的橱柜，包括 island 抽烟机、抽风机，抽烟机、抽风机，抽风机，还有一个那个 kitchen hob 电磁炉，然后也有一个微波炉。主人房里面已经有一个衣橱。3间房间里面它是有 SPC 地板。自家冷气也是包了的，厕所里面也有热水器，主人房的厕所还有一个就是收纳柜，洗手盆下面有一个小柜子。这是我们第一次买房子，所以我们2个是装修小白人，真的是很白，你看。我们有2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个是我们的房间，3间房间里面都只有一个开关，开关只有一个，开灯就会跟风扇一起开，关也会一起关。第二个就是 Kelvin 很喜欢我的电视机，对，我的梦想 Samsung Frame。如果你直接挂在墙壁上，它很像一幅画这样。但是我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长一条线。第一个 contractor 建议我们做一整幅墙的电视柜，现场估价是我们讲大概要8000了。房间那个电的问题，他的建议是重新拉电，在天花板上做 plaster ceiling， 把那些线盖起来，8000到1万。他的建议会有少许贵所以我们也没有 engage 他。自己去找 contractor 的话，我们只需要找2个 contractor， 电、地板。电工师傅是我们在找灯光的时候去到不中一间店叫 Lumia 的 salesman 很好，给我们推荐一个电工师傅，我们就有请他来看了一下房间那个开关的问题。他讲很简单啊，我就帮你们买一个 remote control。这个是开着，你就可以选择 A 就是这个灯，C 就是那个灯，B 就是这个风扇。这个放在床头就好用。Yes， 我们以后就不用为谁去关灯吵架了。电视机的问题，他也讲OK 啊，我帮你敲一个洞进去，敲一个洞进去，埋一个水管，再把补气补上。他帮我们装所有的灯跟风扇，钻抽油洞，烟机的洞，做了厨房的 plaster ceiling。凹槽的地方会有一个plaster ceiling。电视机这一面墙帮我们敲了一个洞，1、2、3、4，我们还有加了6个插座。不止我们加了7个插座，它算我们是一个总共的价钱是5000块。我上网看加一个插座要多少钱，60到200，价差很大。它算我们加一个插座是120，它有一些东西又没有算我们钱哦，比如厕所的灯又没有算钱，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是贵还是便宜，但是感觉上是值得的。我觉得装修里面最难的部分是沟通，他就很好沟通啊，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就是会帮你想最简单的方法。客厅没有做 plaster ceiling， 原本是想看到电线也不用紧，哥就看着我们这样美呢。他就跟我们讲，其实你买多2条小条的，帮你各了做一个 L shape 就漂亮。除此之外，他还有帮我们一个很大的忙，因为我们需要做地板，但是 Island 又有电，需要他帮我们拆掉，做好地板了，他还来帮我们装，真心觉得他是很不错的。他帮我们另外买的东西，比如说 remote control 啊、气啊那些，他就另外算是440块。我们自己去买我们全部的灯，这一些就是我们全部的灯跟风扇了，全屋加起来是2820。电跟 plaster ceiling 这一块，我们只是花了8260块。要补充一点，他是电工师傅啦，他不是 designer 啦，所以他装东西的时候，可能他是看这样子中间的他就会装，他不会帮你每一寸都在量，他是不拘小节一点，但是他很好沟通。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什么你比较介意的，可能这里
你要很精准的话跟他讲，他就会立刻改正过来。对，地板，这间屋子它原装来的时候，客厅、厨房跟走廊是瓷砖。开始设计的时候会想要这个家是走 MCM 跟有一点点轻工业风的，所以我们会希望那个地板是更干净一点。我们就有去找不同的 material， 看 SPC 啦、实木地板啦。看了1间、2间、3间、4间，真的是很难选，太多选择了。在考虑着要不要做微水泥。每一种地板都有它自己的好处跟坏处的，所以地板是我们挑了最久的东西吧，真的想了很久才决定微水泥，就很喜欢微水泥这个 material， 在马来西亚算是一个很新的 product。上网比较了一下价钱，大概是30块1方尺到45块1方尺。costing 高并不是在它的原材料，是贵在它的施工。这个微水泥地板它安装的时候，它其实有几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还要准备那个地上瓷砖之间的那个缝，把它铺平，瓷砖刮花，把那个 skirting 敲掉，1天半到2天才开始真的施工。一层一层的微水泥铺上去，一共是7层。因为每一次铺一层，它就要等第2天干了，它才能上另外一层。中间他又弄错了一个步骤，他们又要敲掉，然后再重新弄过一次。是有一点 texture 的，只是施工它就要大概7到9天。我们应该是总共给了他2个礼拜半。518方尺乘30块，所以我们一共是花了4600。是我们装修里面花最多钱的地方，因为要省钱，所以我们的房间就没有改。微水泥其实是一种非常漂亮，但是也特别脆弱的材料。重的家私你这样拉一下，可能就刮伤。我们还没有住进来之前家这个地板已经滑到。我们那时候冰箱进来。就特别好笑，因为那几个很大只的阿邦就帮我们搬冰箱进来。小斌就有跟他们讲，小心一点，这个地板比较脆弱一点，可不可以用抬的进去再放？他们就很小心的放，但是因为需要把雪柜推进去，所以那边就留了一条疤。那个很大只的阿邦蹲在地上讲：“Hello， sayang， sayang。”我们觉得特别可爱，但是那时候我们也已经是接受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现在已经是放弃去看它了。对，我们就只能接受缺陷美，但是不得不说它是很漂亮的，它基本上是我们所有朋友进来第一眼就会觉得哇，你们的地板是什么地板，很漂亮，大家就觉得这个地板很特别。地板师傅有跟我们讲，他建议选亮一点的颜色，因为如果你选暗色的话，纹路会比较明显，那看起来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干净，更粗犷一点。我们就选了偏亮的灰色，缺点就是我们现在住在里面，每一天掉头发就会非常明显。如果你走进我们家，你是可以照着那个头发去找我们2个在哪一间房间的。这一个地板可能比较适合用在咖啡馆或者是工作室。如果住在这里的话，你可能会比较难照顾吧。先说明，不是这一家地板公司不好，我是觉得他们很好沟通，很专业的。做完这个地板以后，我们发现的有一些瑕疵，他是有过来帮我补救的，弄了2次，但是因为这个地板真的是比较难照顾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并不是说这家公司不好，而是这个产品我们觉得比较不适合用在家里，可能比较不适合我们啊，可能比较粗鲁的人吧。对，但是他们有做 SPC 啊，有做木地板那些的。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把他们的资讯放在资讯栏里。硬装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油漆，这间家已经是有一层底漆，我们因为做地板敲掉了skirting，就想说那我们就自己油一层好的漆，赶着搬进来，所以我们就想要先油2间房间，把东西先放进去，其他的找人家油了。结果油下就上瘾了，就觉得这2间房间我油得不错啊，还蛮有成就感的，就决定自己油完。我们是总共油了3天，3天还是4天？3天，3天，但是不是连续的3天，是在3个星期里面用了3天来油。我们是油白色，所以你看影片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好像油完过后跟没有油是没有差别的。是真的。白色的难的地方就是我这里油了。但是因为底气也是白色嘛，那你油了，然后看，这里我油了没有啊？这里我是不是还没有油啊？哇，真的是一模一样颜色的。门是比较难油的，门的漆是不一样的，门的漆是 oil base 的漆，墙壁的漆是 water base 的，也是自己油了，全部都是油白色。其实油墙壁是很好玩的，因为很大面积，也没有太多的。讲到这些角，我觉得最难的是要准备功夫，粘那些 masking tape 还久过油漆了。对。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有那2间房的时候，我们地上是铺报纸，报纸会移动，就会滴到地板。对啊，然后你过后又要去抹它，对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后来有外面客厅的时候，我们就是去买了很专业的那个叫什么？铺地上的那种油漆纸。在五金店的话，你可以跟他们讲你要油漆用的保护层。所以油漆我们是省了不少钱的，因为我们是自己油。油漆我们用了多少钱啊？在这里要谢谢再跟YC呢。朋友家里是做五金店的，所以他有帮我们算多少方尺需要多少的漆，然后帮我们备完所有的滚轮啊、棍子啊，帮我们准备完。最后我们买了2次漆，总共是用了大约1000真的很多钱。对，油漆是很贵的。我们后来有问到邻居，如果油这一间加大概1500块。我们的硬装部分应该就是以上这3项了。是花了25,040块的。这次装修我们是学很多事情的。是哦。装修之前我们有问很多朋友，也有看很多的视频，怎么去设计和装修一间家。如果你找一个承包商，那他会有自己的电工师傅、地板师傅，甚至是木工师傅。沟通方面的效率会比较好，因为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有什么问题你是直接对一个人，不是骂他啦，就跟他沟通。没有人骂人的啦。不用自己每一天来监工，也会轻松很多。自己找就会省了一笔费用。市场的价钱是，如果你请一个 contractor 的话，他是会抽你整个 project 的大概20%。我们之前是租房子，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推掉那个房间，不然我们要付2边的钱。所以我们是没有比较很多家电工师傅跟地板师傅的。我们找了这2家过后，是发现服务不错，然后产品也是我们要的，我们就定了。所以我们是不知道是不是贵或者是便宜的。如果你们知道的话，留言告诉我们。你不要跟我讲啊！有人最后在那边哭，很贵。不过我觉得是这样，货比3家，最好是5家，才可以知道，市场上的那个价钱大概是在哪。我们装修以前自己做了一个 spreadsheet， 大概看了总价是多少。如果这个花多了一点钱，我们就会在其他部分减一点点钱。对，我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spreadsheet， 我大概知道我那个钱大概要花在哪里。装修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玩的事，它很花时间，但是你会看着你自己的家变成你心中想的样子，其实是特别有成就感的。这如果你是找一站式的 contractor 的话，是省时间跟轻松，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他就给你比较统一的解决方案，他们就会有几个不同的设计，但是每一次就照着这个设计去做。比如说走进来有一个玄关，有鞋柜，电视机就一整面墙的电视柜，房间又一整面墙的衣柜。对对对，定制柜就是一些特别贵的事项，也可能是特别好赚的事项，所以他们会这样子建议。但是比如我们就很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太多东西需要收纳。我们穷啊。我们会觉得可能你可以看一下你现在住的地方有多少的东西需要收纳，你再去想你需要多少的柜子，你再去想你是不是需要定制柜，因为定制柜是一定比较贵的，因为它定制嘛，那个师傅是来你家只是弄这个柜子给你，而且它是永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想法会在3-5年里面改变，我们就选了这些是可以移动的家私。不是说不好，但是你需不需要跟要不要花那么多钱去做一个可能未来5年过后你才需要用的东西，就不要纠结太多，就是未来我需要用到的东西。如果以后有需要你再去改它。其实装修是一个可以很便宜也可以很贵的事情，是看你自己的要求去到哪里。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想看我们软装花多少钱的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老的木头，然后来做成你要的家饰，太酷了吧！又回来一下了。